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哎呦喂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气到我这个老红娘直跺脚的相亲故事。这个事儿啊，简直是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作死小能手。咱们这位女主角今年31岁，在一家外企做财务主管，月薪2万多，人长得也挺漂亮的。按说这样的条件找个对象应该不难吧？可她这人啊，性格上真有点让人一言难尽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情商低得让人直呼天哪。这姑娘找对象的要求可不低，身高180以上，年薪50万起步，要有房有车，最好是经理级别以上的职位。我当时一听就跟她说，妹子啊，你这要求在咱们这个城市，能符合的男士基本都结婚了，或者年龄比你大很多啊，你得现实点，眼光别太高了。结果这位姑娘可绝了，脖子一梗，说什么我这条件配这样的男人不过分吧？我可是高材生诶，英语还能说得特别溜，那些条件差的男人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我心里那个无奈啊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劝她。我说妹子啊，找对象不能光看这些外在条件，两个人合得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你看你这年龄也不小了，别太挑剔了，适当降低点要求，说不定能遇到合适的。后来呢，经过我的好一番劝说，她总算是把要求降低了一些。通过我们婚介所认识了一位条件还不错的男士，35岁，身高178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家境殷实，为人稳重。从各方面看，和这姑娘还挺般配的。两个人接触了1个多月，感觉还不错，男方就提出要见家长。按理说这是好事啊，水到渠成嘛，双方家长见个面，要是都满意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可是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这位姑娘在见家长的时候把天给聊死了。那天在一家高档酒店吃饭，男方父母特意从老家赶来，看得出来人家对这事儿很重视。谁知道这位姑娘从一进门就开始挑剔，嫌弃人家叔叔阿姨穿着不够时尚，说话带着口音，用餐礼仪不够精致。你说你心里这么想也就算了，可千万别表现出来啊，人家大老远赶来，你这样多伤人心啊。最离谱的是什么呢？饭桌上男方父亲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，多朴实的举动啊，人家长辈就想表达个心意。他居然说，叔叔，我平时都是吃轻食的，这些大鱼大肉不太适合我。这话说的多伤人啊，人家好心给你夹菜，你就这么拒绝，不是存心让人难堪吗？但这还不算完，更过分的还在后头呢。吃完饭后，男方去送父母回酒店，这位姑娘倒好，立马在朋友圈发了条动态，某些人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，吃个饭跟在猪圈里一样，还配了个翻白眼的表情。要不要这么作啊？这不是摆明了看不起人家父母吗？更绝的是，他居然把男方也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圈，这不是等于直接把这些话怼到人家脸上吗？男方看到这条朋友圈后，那个火蹭地一下就上来了，当场就给这位姑娘打电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父母配不上你？我父母虽然是农村人，但是把我培养成现在这样容易吗？我看你是在大公司待久了，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。咱们到此为止吧。那位男士气完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，丽姐，我是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我父母虽然没有什么高学历，但是他们的教养和品德绝对是一流的。这样的人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当时我听完这事儿，那个气啊！这种低情商的行为简直是在往自己的幸福路上放炸弹。我当即就给这位姑娘打了个电话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说，你这样做不觉得很过分吗？人家父母特意从老家赶来见你，你不但当面给脸色看，还在背后这么编排人家，这像话吗？你这情商也太低了吧！结果这位姑娘还觉得自己没错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他们的确不够精致，配不上我的生活品味。再说了，我发朋友圈也是我的自由，他们要是介意，那是他们太小气了。我的天哪，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，我这个当红娘的都想直接把他拉入黑名单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外打拼，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这都没问题。但是你凭什么看不起别人的父母？人家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，让他有今天的成就，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人家？
后来这事儿在我们婚介所传开了，好多男士听说后都说，这样的女人，给我1个亿我都不要。你们说说，这不是典型的好白菜让猪给拱了吗？一个条件不错的姑娘，就因为这么低的情商，把大好姻缘给毁了。我就琢磨啊，她为啥情商这么低呢？有可能是从小家里太宠她了，什么都顺着她，导致她养成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也可能是在工作环境里，大家都只看重能力和业绩，忽略了情商的培养，让她在为人处事方面就有点欠缺。再往深了说，现在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也有影响，总有人宣扬什么精致生活、高端品味，让他觉得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才是好的，才值得尊重，从而对普通人产生了偏见。还有啊，现在网络上那些毒鸡汤也不少，什么女人就得对自己好，不能委屈自己。本来这话没错，可被他曲解了，觉得自己不能受一点委屈，哪怕是对长辈也得按照自己的标准来。这事儿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在婚恋市场上，情商真的太重要了。就像这位姑娘，她自身条件确实不错，长得漂亮，工作也好，收入也高，按道理说找对象应该挺容易的。可就是因为情商低，把好好的一段姻缘给搞砸了。其实啊，找对象不是找供养你的人，而是找一个可以和你携手一生的伴侣。对方的家庭背景、父母的出身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人品、三观是否合得来。就拿见家长这件事来说，这可是考验一个人教养的时候。你怎么对待长辈，其实就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，那还谈什么婚姻呢？婚姻可不是2个人的事儿，是2个家庭的融合。你不尊重对方的家人，怎么能指望这段婚姻幸福呢？现在这位姑娘天天给我发信息，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说现在的男人眼光都太差。我只能说，姐妹啊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你这么高的物质要求，却这么低的情商，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？你看啊，就算你找到了一个符合你物质要求的男人，可你情商低，不懂得尊重人，不会和人好好相处，时间长了，人家也会受不了你的。婚姻是要2个人相互扶持、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的，光有物质可不行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之前有一对情侣也是通过我们婚介所认识的。女生是个幼师，性格特别温柔，男生是个程序员，比较内向。女生家庭条件一般，男生家里条件还不错，2个人见面后彼此都挺有好感的。相处过程中，女生发现男生虽然不太会表达，但是特别细心，每次出去约会都会提前查好路线，怕女生累着，还会准备好小零食。男生呢也觉得女生很善良，很有爱心，跟她在一起特别舒服。后来见家长的时候，女生对男生父母特别尊重，嘴也甜，叔叔阿姨叫的可亲切了。男生父母也很喜欢她，觉得这姑娘懂事有礼貌。虽然女生家庭条件不如男方，但是她的高情商让这段关系进展得特别顺利。2个人结婚后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女生理解男生工作压力大，男生也支持女生的幼师事业。遇到问题，2个人就坐下来好好沟通，互相包容，这就是高情商在婚姻中的体现啊。再看看咱们这位31岁的姑娘，她要是能有这个幼师一半的情商，也不至于把事情搞成这样。她总觉得自己条件好，就可以对别人挑三拣四，不懂得尊重他人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在婚恋市场上，大家都在寻找合适的另一半，都希望对方能满足自己的一些要求。但是你在要求别人的同时，也要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。情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。你想想，一个情商高的人，懂得在不同场合说合适的话，做合适的事，能照顾到别人的感受，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？相反，像这位姑娘情商这么低，说话做事不考虑后果，就算她条件再好，也很难找到幸福的归宿。所以啊，各位宝贝们，特别是我们单身的姐妹们，一定要记住，找对象不能只看物质条件，情商也得重视起来。要学会尊重他人，学会换位思考，这样才能在婚姻这条路上走得顺顺利利。而且啊，情商这东西是可以培养的，平时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，遇到问题不要只想着自己的感受，
多考虑一下对方的处境，慢慢的，你的情商就会提高。还有啊，别被那些所谓的精致生活、高端品味给迷惑了。真正的幸福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堆砌起来的，而是靠两个人真心相待、相互理解。各位看官们，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婚恋市场上，情商真的特别重要。你可以要求对方有好的条件，但是你自己也要先学会尊重他人，学会换位思考。不然的话，再好的条件也留不住好姻缘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，记得给丽姐点赞关注，也可以打赏请我喝杯茶。咱们下期再见。